有请主持人赵川。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暴龙眼镜爱情保卫战。本栏目由 Bloom 暴龙眼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休闲旅游找途牛，下载途牛 APP， 手机预订更便宜。选择幸福，选择亚塞河来盼盼，盼盼到家，安居乐业。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手机下载使用甜甜圈，提出情感问题就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获得涂磊老师1对1的解答。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实时互动并分享到朋友圈，就有机会获得实物大奖。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百合网的首席心理专家周小鹏周老师，欢迎周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马丁马老师，欢迎马老师。影视演员小李玲李老师，欢迎李老师。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碰到了怎样的困惑。我爸和阿姨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这些年阿姨为我们家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心里。不过这一次因为我要结婚的问题，弄得他跟我爸吵得不可开交。原因是因为我妈不希望阿姨可以参加我的婚礼，我也希望阿姨可以理解我妈和我女朋友的想法。毕竟这种事放到台面上可能都不是很好看，而且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希望不要因为我的事闹得不愉快，我希望你们俩可以继续走下去。他讲述的这段经历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他的家庭背景，父母离异，父亲有了一段新的感情，而我们这些老师们又怎么帮助这个家庭呢？让我们先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老沈45岁，来自无锡，职业销售；女嘉宾小娟34岁，来自无锡，也是一名销售。来，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先暂时不公开吧。啊，暂时不公开啊。对。到那个环节的时候，你可以公开吗？看那个事情的发展，可以公开吧？也许。啊，也许可以公开啊。那你愿意公开你箱子里的秘密吗？我也是看事情的发展吧。这叫较上劲了，哈哈。你们俩在一起恋爱几年了？我们俩在一起已经生活了有4年了。关系怎么样？我们关系平时一直很好的，也没有什么大矛盾。这次不好是因为您儿子要结婚，对吧？是的。听那个小片里说，不希望阿姨去参加。是的。你什么态度啊？因为这是我儿子结婚呢。首先一个，我儿子亲生母亲她想参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儿子的女朋友的那个家里呢，也希望那个我孩子的亲生母亲跟我一块参加。毕竟嘛，他跟我还没有领结婚证，如果去的话，我怕有人会说闲话，怎么儿子结婚，这个父亲带了2个女儿来参加。其实主持人是这样的，我觉得领不领结婚证都不是我的问题，我是愿意领结婚证，是他不愿意领结婚证。我是离过婚的，他也是离过婚的，我们也是经过朋友介绍然后认识，而且在一起也生活4年了。他带着儿子，我带着女儿，其实生活真的挺不容易的。当时儿子的女朋友提出要买房子，我们俩也没有多大的钱，我就把我名下有一套小套拿出来给卖了40多万，把30万就给儿子去买了房子的首付，然后还有10万块钱就给女方做了礼金。都是你出的？就这个事，对，都是我出的。而且房子下来的时候是毛坯房，我又要马上去装修，家电什么都是我在置办。我就是不明白，我把钱全部花在这上面了，我毫无保留。结果你突然发现说，哎，怎么这么大的事儿，我出了这么大的力，参加我都参加不了，特委屈。对，他前期还过分的要求，就是说我不能露面，而且他要和他一起夫妻的身份参加。我觉得这一点我不能接受。这4年当中，我从来都没给自己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我也没给女儿买过新衣服。那时候我把所有的钱都花给他儿子了。我本来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当职员的，我就把这份工作给辞了，拿了点积蓄就做生意。其实我对生意一窍不通，所有的客户都是我去跑出来的。我觉得当时我特别的辛苦，他们也没有一句问候的话，也没有那个，但是我觉得没关系，这个人老实本分，我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那你觉得在4年的相处当中，先生对你怎么样？现在我都很质疑他对我的感情啊！我觉得他跟我在一起就把我当一个赚钱的保姆了。我真的很想参加儿子婚礼，我觉得儿子结婚也是大事儿。对我来讲，我就是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好，
现在的焦点是说你不同意还是儿子不同意？主要是儿子那方面有顾虑。好，今天儿子也来了，我倒想听听儿子的一些意见和看法。来，我们掌声有请小易，来有请。主持人好，这个阿姨对你好吗？挺好的。房子我听阿姨讲，首付也是阿姨付的，是吧？是的。那为啥她不能参加你的婚礼呢？其实阿姨平时对我挺好，我也都看在眼里。主要是因为我妈希望到时结婚的时候可以跟我爸一起去。然后的话呢，因为怕有闲话嘛，人家女孩子第一次结婚，就是怕到时亲戚朋友来了指指点点，夹在中间我也挺尴尬的。那你觉得应该给这个阿姨一个什么名分呢？我心里我是把她当自己母亲的。既然当了自己母亲，还怕别人说闲话吗？那现实状况，如果真结婚的话，那到时两个妈在一起，对吧？那现实状况，如果真结婚没房能结吗？那肯定不能。那就别结了吧，阿姨把房子收回去就是我就想啊，我当时我能够跟你讲，我说你跟你女朋友你就心意到就可以了，你们有感情就可以了，不要买房租房不都一样吗？我可能这么跟你讲嘛，你女朋友能答应吗？你能答应吗？你爸能答应吗？你有没有站在阿姨的这个立场想一想？就是我付出了这么多，我不就想要一名分吗？我就想出席一下吗？咋就不能给呢？不是我不能给，那我结婚的时候我也要遵从双方那边的父母，那也要经过他们同意，不是说我想让，对不对？我问一下，你这个婚房的这事儿，不应该是你爸和你亲妈操心的事儿吗？可能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吧。其实很明确呀，就是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态度？我就想听你的态度。可能我想的比较多吧，我其实，我不敢很果断的说让阿姨一定要来，因为到时我怕万一以后到时女方家里那边亲戚朋友在那边说这些问题，我也要替他们考虑，因为不想刚结婚就落下，最后以后会有很多闲话那样子。没什么闲话，你父亲离异是个事实吧？啊，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4年多是个事实吧？是啊。这有什么闲话呀？关键我妈那边肯定就觉得有点，肯定过不去吧。反正我也听出来了，我就感觉他们对我态度就是那种不要白不要那种感觉，而且没有把我当自己人。行，我再问一句啊，咱那天你想参加婚礼是说作为他的后妈去参加婚礼，还是只作为一个观礼嘉宾就可以了？我觉得我和他在一起了，我觉得就是一个名分，我哪怕以他女朋友的身份出席，我都觉得不过分。哦，女朋友的身份出席可以吗？反正主持人我是听我妈这么说，觉得因为她对我确实挺好的，她结婚的话如果不来的话呢，可能也会避免以后就是对方亲戚那边的一些闲言碎语，或者我们以后在一起的一些风险问题，我想把它排除掉。没有啊，你以后结了婚之后，你那些亲戚一走动，到底是跟这个阿姨走动呢，还是跟你妈走动呢？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每次逢年过节，你都要把你妈请来演一场戏，然后这个阿姨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以后呢，我来说一下，以后结婚以后呢，关键呢，他们都出去了，关键是我们2个一块过。你少来，他们都出去了，春节的时候聚不聚会啊？要聚。那您是带前妻去呢，还是带现在的女朋友去呢？前妻已经不可能带去了，那个婚。那就婚礼就别带了嘛。但我发现他们就是一种藕断丝连的感觉。我儿子是我前妻的亲生儿子呀。那2个人都出席不影响啊？这个影响不影响也并不是我们说了不影响。我觉得这次能不去就不要去了。好，儿子的态度是什么态度？我是觉得听爸妈的说的也对，而且我自己考虑了一下，也是觉得这个上面先不要去，以后我用其他方式也可以再报答他，不一定非要梗在这个上面。好吧。我觉得你们考虑的都是为自己着想的，自己的面子都没有为我考虑过。行，我能体会到你那种不舒服、那种委屈，你的态度已经有了，对吧？是，就是不能去呗。如果他非去行不行？给个话。哎呀，其实我还是觉得就非去也不行呗。啊，行，谢谢你啊，来请回孩子。哎，人都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他们咋拿的那么硬磕磕的呢？我想问一下，为什么4年了，他也说了他想跟你结婚，明显是女士，大概是想要一个名分，对吧？我觉得现在就差一张名不正言不顺的，好像我带不出去一样，我给他们丢人了，好像。对，我有一个想法，就问您，我们为了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也特简单，赶紧把结婚证领了。是因为当初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家里就明确跟他说，
如果跟我结婚的话，领结婚证的话，就跟他断绝一切关系啊而且他母亲身体也不好啊我也怕刺激他家里人。哦，说的好听，当时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考虑这些了吗？我还不是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的跟你在一起了吗？对，而且他都跟你在一起4年了，他家里人也没反对啊。他现在说领证，你领吗？我领。好，人家要领证，你领吗？因为当时领不领，别因为所以。我想先把男人嘛，我想先把儿子的事情给解决以后。不是，领了证一我觉得起来你把儿子事情双喜临门。解决以后，就可以把我踢了。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办我觉得感完了。情好，不一定要靠一张结婚证来维持。那这样子说的话，不为这张结婚证，这个民政局开在那边干嘛呀不好的话，？不是一样离婚吗？我就不明白这个民政局好要了干嘛？行，我觉得咱们所以顺其自在场的都不要然领结婚，证水拉倒到渠成，对吧？好了，我接着来问一下，你们家里这个财务是怎么安排的？我可以说，这4年来，我们一家4口生活在一起，都是我出钱。啊，我说到这一点我就气，我每一次问他要钱的时候，他都没有钱。他其实也有一份工作的，他一直告诉我他的股票里边炒股，然后赔钱了。我觉得别人买股票都是挣钱的，他买股票怎么就亏了呢？现在再想想，是不是他把这个钱偷偷藏起来？那就是说，等于你们俩生活在一起的这4年的家用都是你在出。是的，但是我炒股，我也是为了想贴补一点家用呀。但是如果是亏的话，肯定是亏了。你不相信，可以去看那个炒股大有那个明细清单的呀。炒股我不炒股票，我不懂，我这些都不懂，我现在都不敢想象是不是把这个钱贴给前妻用了呢？怎么可能呢？我都觉得他们我藕断丝前妻他都已连。经结婚了，有自己的男人，我怎么会把我的钱给他呢？你前妻都结婚了？是啊。哎呀，刚才你没说，那你前妻来怎么来？你们俩还以夫妻相称，他那边又结了婚了。他是以亲生儿子嘛，他的母亲嘛，对吧？那他还不是以你们夫妻的身份这样出席儿子的婚礼吗？我跟我前妻已经没有那种男女感情了，你不要多想好不好？好，我相信。再问一下哈，那房子写的谁的名字啊？写的他儿子名字啊。你当时也没想想？我当时就是给他儿子，给他儿媳妇，没想过。那你们俩这关系，你应该让打一借条，打了吗？我没有打借条，我觉得我就是一心踏地，就是跟他好好过日子的。行，我觉得我再建议一下，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哈，就是关于这个房子啊、彩礼啊这40多万，因为你们现在不是夫妻对吧？对，不是夫妻，你能给人打一借条吗？关系好，那肯定就不存在借条的问题了，对不对？是的。万一呢，对吧？比如说某一天，人家看了一个更好的男人，人家不想跟你过了，你们俩也不是夫妻，人家走可以吧？可以。那这个时候，那40万钱怎么办呢？如果是他的钱，如果说分手的话，他需要还的话，那我肯定，对吧？那你觉得不该还吗？应该还。那你打个借条行不行？可以。那现在拿纸和笔来，我们打个借条先。你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有好多问题就好办了啊！因为咱们先把钱的问题给解决了啊。解决了钱的问题，一切都好办。要不然咱有些心里话，咱不好，咱劝人没事儿，我欠我还，我有借据，我说什么我理直气壮。借条，对，特别认真，人家大哥特别有法律意识，写的特别好。今借到某某某购房款40万元整，写我名字借款人是吧？啊，对，借款人谁，日期。这借条确实是你自愿打的吧？是我自愿打的。好，这就有法律效益了。收好，钱的问题从现在开始不说了，咱们冷冷静静的谈谈感情的问题，好不好？好。发自内心的，你觉得你不带他去，你心里觉得亏欠他吗？我觉得有点亏欠他。他既然为我家做了这么多吧，我想这就是说，看在我儿子的份上，能不能再那个委屈一下，退让一步。我再次给你做一个这个极致化的选择哈，女生，一是领结婚证，2是参加儿子的婚礼，2个只能选择一个，你的选择是？那我肯定选择要参加儿子婚礼。我觉得我置办这么说，忙前忙后的，跑前跑后的，我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在这上面，我到最后要享受成果了，我就没有了。先生，我同样的选择题哈，你也2选1一下。这个我现在的确很难选择在这台上。为啥呀？结婚证以后我肯定会给他领的，看时间发展。对，这是肯定的。听明白了。老师们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在他们2个之间，我没有看到爱情，
我看到的是供养关系。4年来，所有的家用是他在掏钱。4年了，他没有跟他女儿做过些什么，反而为您和您的儿子做了很多。但是我没有听到您这边为他所花了一点点的费用。在这4年当中嘛，虽然他在金钱上花的，你也得看他值不值得你给。大哥，说句大实话，你的这位女朋友比你小11岁，形象气质佳，还能挣钱养家，你摊上大福气了，你就应该偷着乐，你明白吗？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付出的钱，刚才我们不说钱了，他付出的情，我相信你也付出了。你们之间的谁赚钱，谁在照顾家，我觉得都是一个挺和谐的搭配，要不然不会过4年。既然有这么合适的一个再婚的选择，干嘛不珍惜呢？你必须给自己爱的这个女人，付出了这么多女人一个说法，一个能过得去的心理安慰，这才叫将心比心。在中国传统婚礼上，父母亲被请到台上，子女去给他们敬茶是有这么一个环节的，对吧？但是并不意味着在台上的这父母亲就一定是夫妻啊。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方法来处理，咱可以去婚礼，但咱不一定是要坐到台上让他叫你叫妈啊。你可以以宾客去出席吗？你愿意吗？对，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也跟他们这么商量的。但是他们对我怎么说？他说他前期就是说让我不要出面，让我乖乖的待在家里边。我就是想，我当能够参加儿子的婚礼就很开心了，我哪怕坐在一个角落里就可以了。可以吗？但是你知道吗？他前期就是不允许我露面，是这个问题。连这一点你都不同意是吗？他的要求过分吗？不过分。我也理解你，对吧？我也理解你儿子。但我希望你儿子听到了吗？你儿子回去跟你妈好好商量商量吧。真的，要不就把房子退给人家吧。出不出席婚礼，真的不是问题，是长达4年以来累积的问题的一次爆发。刚才说一直是前妻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你跟前妻为什么分的手？当初是因为一个我经济条件不好，第二个是我身体不好，我动过那个心脏手术。也就是说，你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物质不丰厚，是的，身体有严重问题，对，你的前妻嫌弃你而离的婚。对，你是净身出户还？是的。那张借条啊，如果在借的时候打，那只是债；到今天再来打，你捏在手中的那张纸，就不是债，是仇。你觉得都有了仇了，还打哪门子结婚证？老沈、小娟是吧？我们就按照那个小品当中的读词说，我们分享几则小故事吧，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农夫与蛇、老沈和小娟。没有一定的可比性，但有相似之处。一个是点不破，砸不烂，说也说不明白；一个是暖不热，融不化，也养不清。就这么2个人，很多事情已经非常明白了。就像那一纸借条一样，借的人在借的时候拍着胸脯说：“没事儿，不用打借条，拿去，我愿意。”借钱的人就什么也不说，你说不打就不打呗。等到他真的不还的时候，借的人说：“你怎么不还钱呢？我当初那是客气话，你以为真不要你还啊？”所以就是今天这个局面吗？是你放弃了保护自己，你又怨恨他的无情，竟然愚蠢到说出这样的话：结婚证可以不打，婚礼我必须参加，你跟谁置气呢？你结了1次婚，离了1次婚，你白结了白离了吗？所以坦率的来说，我认为你是既可怜又可悲。老沈呢，其实想一想2个女人，你应该清楚哪个女人对你好的。你最艰苦的时候，你说你没有钱，身体又不好的时候，前妻是那么样的对待了你。我不说婚礼当中是不是前妻应该出席和他出席的问题，坦率的来说，如果是我觉得也是亲生母亲来叫的比较顺嘴。但问题不在这个地方，而是在于每次发现他跟前妻之间的一些矛盾的时候，你没有把他真正当成自己要结婚的女人，你没有站出来维护他的权益，
哪怕是在个婚礼，你拒绝他参加的理由上也不是这样。如果你的理由是说，按照当地的习俗，亲生父母、亲生父亲这样的话比较符合仪式感，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居然是一些什么怕人家说闲话？什么叫闲话？这女人坦坦白白的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毫无保留的付出，什么样的闲话在这样的付出面前都可以完全击碎。你应该站出来说，有什么闲话我扛着。这个女人对我好，对我儿子好，我清楚。你应该以这样的理由。你居然说什么闲话？所以我真的不折不扣的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跟你的儿子是2只小白眼狼啊！别人这样付出了，你心里明明白白的接受了，你不能装不懂啊！我说句实在话，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笨女人给你碰上了。要是再碰上一个像前妻那样的女人，你最困苦的时候离开你，还让你净身出户，我想你再回想一下当年离婚的时候，你内心的那种苍凉感，再想想在这4年当中，这个女人给你的温暖，你好好想想应该怎么去对她。该批评的都批评过了，儿子还在吗？来，有请。有几个问题想问你。我想知道这位是谁？父亲。你改变得了他跟你母亲离婚的事实吗？改变不了。你以你的生父和生母为耻吗？我不觉得为耻。那就接受喽，很简单喽。妈妈带着自己现任的老公，爸爸带着自己现任的女朋友，出席你的婚礼啊。为什么他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你又说你接受他们的一切，你又不能面对这个现实，似乎是一种耻辱。那你就直接说好了，因为你们离婚，所以我觉得你们是耻辱的，所以我现在要拿起一块遮羞布把我自己遮起来。这个问题其实是在你，单就婚礼的问题是在你，你们自己也没想清楚。这个阿姨在她的成长当中有付出吗？有付出。为什么不能去？丢人吗？是谁觉得丢人？主持人，我觉得说开了其实是这样对的呀。那女方呢？她比如 OK 好，如果一个女人连这个都接受不了，你为什么要娶她为妻呢？不是说爱一个人可以接受她的一切吗？她连你的家庭都不能接受，你娶她干什么呀？是不是这样？就啊，我爱死你了，我就爱你，结果你爸爸离过婚，那我不爱你了。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生父，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生母，但是我们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家族所出现的问题，生父和生母给你生命的人，你都不能面对他们的情感，不能面对他们的生活，甚至以此为耻的话，那你已经忘记了你从何而来了。我没有觉得为耻。不为耻，不为耻很简单啊，邀请你的妈妈还有你妈妈现在的爱人，他们在一起生活是最亲密的人，来参加我的婚礼要观礼。邀请爸爸和阿姨，你们是我最亲爱的人，来观礼。在敬茶的时候，邀请新郎的生父和生母敬一杯茶。你自己如果有心的话，其实你应该敬阿姨和那个叔叔一杯茶。你要谢谢这2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帮你照顾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你这都想不明白吗？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我相信亲戚里没有一个人会轻视你，而觉得这小子像个男人。回家跟你的女朋友好好商量商量，去吧。谢谢主持人，说通了，我觉得对的。你商量商量去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小娟，我知道这4年来你为我付出了很多，对我也很好。我知道你对我的真感情，我也是真的喜欢你、爱你的。虽然我们一直没有打结婚证，但是我从心里把你当成我的老婆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以后继续跟我在一起。我爱你。老沈，我觉得我跟你这么多年下来，也不顾家庭的反对，一直都是维护着你们。我的心一直是向着你和你儿子的。我对我的女儿都没有像对你儿子那样好。我觉得我最亏欠的就是我女儿。但是我觉得你这一次这样的态度对我，我觉得我心都凉了。我觉得自己就是很傻，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傻的人。在外人看来，可能我真的是不值得同情。所以我要考虑考虑，我是不是还要跟你走下去？我没有感受到你的，我真的是没有感受到你对我的一丝的关怀。时间到。爱情方面，如果2个人都很精明的话，那日子怎么过呢？好吧，
来，两位，请交换手里的箱子吧。哎，此时此刻，这个箱子交换之后，能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如果有人带箱子出来，我得确认一下。我可以。你可以了哈，你呢？我也可以。好，谢谢两位，来，请交换。谢谢你们，请回，谢谢啊。来，请关门。儿子的一场婚礼，带来了父亲情感的危机。唉，看他们自己怎么选吧。5、4、3、2、1，5、4、3、2、1，请开门。来，大哥。最后都撕开，当面具都撕掉的时候，全盘接受的时候，大概是你们特别幸福的时候。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对，他们年轻，但是他们的事儿可够折腾的女人。来，掌声请出他们。男嘉宾小鹏，23岁，来自辽宁，公司职员；女嘉宾小玉，24岁，同样来自辽宁，是一名公司职员。来，有请两位啊。两位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我愿意。从相识到恋爱有多久？差不多4年了。同学哈？对。谁追谁？应该算是他追的我吧。追了多久？也没多久，因为我们彼此也是也有好感，所以说就是也就是慢慢的处上对象。你说那个小片让人看到好惨呐、真是像你小片里说的那样吗？对，在一起4年一直都是这样，他从来都是不在乎我，他要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这个我们反驳。这个话我可以理解，能给我事实让我感受吗？去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想去旅游，然后我马上就是为他请假排年假，说要陪他一起去。当还有2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要买一双鞋，所以就不能就是带我一起去了。因为当时是特殊情况嘛，因为那双鞋是限量版的，我也特别喜欢那双鞋，所以说我想旅行的话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但是鞋当时是必须得买。就是在他的心里，我连一双鞋都不如。而且他特别喜欢玩一个软件叫陌陌。有一次他去洗澡的时候，我就偷偷看他的手机，他就是跟一个女孩有一点暧昧，我就很正常的问一句，我说这个女孩是谁？你为什么要跟她这样聊天？他就特别的生气，当时就把手机抢走了。他说我无理取闹，他说我这侵犯他个人隐私权。但你当时确实是侵犯我的隐私啊，而且我跟那个女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一个好朋友而已，我把她当成哥们儿看待，是这样。然后我们谈话也不是哥们儿，不是也是一种关系吗？怎么叫一点关系都没有呢？是，但是不像是他说那种暧昧关系。哦，那个词儿都是什么词儿啊？在吗？吃饭了吗？想他吗？都是这些词语，那不是有暧昧，那是什么？你会跟你哥们儿说我想你？就是平时开玩笑那么说嘛，也不是说真想。啊，好吧，这事儿就算过了。刚才在片子里说所谓的木偶，木偶我们是指要被控制，对吧？只要我一出门，无论是上班还是跟同事溜达，他就1个小时给我打一个电话，让我给他汇报行踪。不管我在哪儿干什么，只要他说让我回家，让我去找他，我就得马上得过去。1分钟都不能耽误。他出门的时候，他去干什么都可以，我给他打一个，不是没听着，就是挂了，忙了，别磨叽了，永远是这种自然。是吗？那我当时正在陪同事陪，当时我正在陪业务啊。到底是陪谁呀？当时确实是有业务要谈，我把领导什么放一边，然后陪他唠嗑吧。就很奇怪哈，就是他自己出门的时候你就不谈业务了，是吧？你出门的时候都是谈业务，是吧？但是我一天很少出门，在家里。是吗？他只有下班的时候就回家，但是回家还不理我。那你们俩为什么不出去看个电影什么的，窝在家里干嘛？他从来都不带我去看电影。也不是从来没有吧，之前刚开始处对象也去看过吧。但是后来他1次都没有带我去过，无论做什么他都不带我。为什么？后来因为我不喜欢看电影，所以说我也没带他去看过。他不喜欢看电影，就是他喜欢什么我就得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我也不能喜欢什么。你们讨论过结婚的问题吗？谈了这么久了。毕业的时候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本来我家里是在外地，然后他家在沈阳，我家里给我找了一份挺好的工作，但是我当时跟他商量的时候，他跟我说希望我能够留在沈阳，就是陪着他，然后我就把家里的工作也推掉了，跟爸爸妈妈也是很生气。
然后他这么跟我承诺了，他说1年以后的话，他家有个房子可以退下来在外租，然后就可以娶我跟我一起结婚。我当时特别傻的就相信了。他1年以后再问他的时候，他说那个房子不能够退回来，说是给他一个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亲戚的一个表舅，说他得了尿毒症，需要他们家的租金才可以维持生活。他根本那么多亲戚，为什么需要他来去帮助？他根本就是不想跟我结婚，想来拖延我。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亲戚有病了啊，所以说我用我家的房租帮他，能帮助他点就帮助他点。我也跟他说了，我说等过几年，然后我们俩事业都成熟的时候，咱们再结婚。为什么要事业成熟呢？你结了就结了呗。现在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我感觉不能结婚。因为我俩在一起同居，一直是租房子。姑娘她没房子，你愿意嫁她吗？如果她对我好的话，我就愿意嫁给她。哎呦，现在得对你多不好啊！你有自己的朋友吗？有，但是很少，基本都没有联系。我看那个小片里面，我挺有印象，有一个镜头，好像你的那个微信的朋友圈里，我看要不然就是老公，要不然就是老公的发小，你都是他的朋友是吧？对，都是他的朋友，几乎是没有自己的朋友圈。这是他要求的，还是你自己自觉自愿的就？他没说过，这都是我心甘情愿为他做的。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就应该这样，我就以他为重。但是在他的朋友圈里从来没有我的信息，他在朋友圈里甚至一张我俩的合照他都没有发过。哎，这是为什么？因为朋友圈、微信里边都是我的领导和同事啊，我不想他们看到我发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东西。所以说后来我也让他发照片了也。他是让我发了，但是他只设权限了，只有几个朋友和几个亲人能知道我们俩是情侣的关系，其他人还是不知道他有对象，我就像没有存在一样，他根本就不公开我的身份。还有呢，上大学的时候呢，他父母来看的，我知道以后特别高兴，我去找他，然后到了以后我都站了20多分钟了，他都不说我是谁。后来还是阿姨问他说这女孩是谁呀？你怎么不给我介绍一下呢？他说我只是他一个普通的朋友和同学。当时我俩在一起的时候都1年多了，我就特别的委屈，特别的尴尬，我像一个傻子一样的。那你当时一声不响就跑过来找我父母，那我当时也尴尬呀，我怎么给你介绍？我当时之前没跟他们跟我父母说过我处过对象，是这样，所以说我就一直反正你是常有理哈。姑娘，她平常对你好吗？我感觉对她挺好的。好什么呀？他从来都不管我。他过生日的时候，我提前好几个月就会给他准备东西，准备给他买东西，他什么都没有送过我。就连情人节的时候，一朵花和一朵玫瑰都没有给过我。那你也不是那种务实的人呢，一个玫瑰花，一个巧克力能代表什么呀？你明明知道我不务实，你连个花瓣都没有送过我，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们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何必要在乎那些东西呢？那是一份心意，你根本就不喜欢我。所有家里的家务都从来没帮过我，所有的衣服都是我一个人洗。他喜欢打网游的时候，他就不吃饭。他不吃饭的时候，我一天3顿去喂他吃，一口也不给他吃，他才吃。哦，你还喂他？就有人愿意当妈也没办法。哎呀，这姑娘，所有衣服什么的，一到换季的话，都是我追到后面问他，我说你要穿什么换什么，热了冷了的，我都1年多没买过新衣服了，他从来都没有看过，也没有问过我说要带我买一身衣服。可是你还是愿意待在他的身边，是吗？他所有做的一切我都能理解，但是半年前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他最近特别累，想静一静，然后想让我回家，我就特别听话的回家了，把沈阳的工作也辞了。我一直等着他来接我，好几个月了，他也没有动静。当我再问他的时候，他说他跟我没有感情了，觉得我俩不合适。我当时什么都没说，但是后来的时候，他还会给我发短信，给我打电话。我觉得他心里可能还是有我，也许我俩能和好，所以我也没告诉他，自己就回沈阳了。到沈阳也没去找他，自己找房子先住下来。我就想慢慢的走进他，再让他回到我的身边。可是有一天早上，突然间有一个微博艾特我，上面是他和别的女人的合照，照片上的内容是他们2个现在相处的很好，而且都1年多了，想让我退出他俩的生活。我才意识到他根本不是累了，他是劈腿了才要把我踹了的。哥们儿，解释一下吧。是挺累的哈，当时也是一时糊涂，我就跟那个人在一起了，然后后来我跟他也分手了。现在不到
现在也不敢相信他为什么会喜欢别人，我根本就不相信，直到他最后跟我说他真有这么回事，我才去相信。那你今天为什么来呀？他现在找到我说想要跟我和好，你就来啦？但是我心里真的是有他，我放不下他。那女生给你买东西吗？他也给我买过，那你给那女生买东西吗？也给他买。跟那女生看过电影吧？看过。那你跟那女生什么对路就在一起了呢？我们俩就是别人就是通过我朋友介绍了，就不是介绍，是认识的，偶然认识的。然后就神不知鬼不觉在一起了。是，确实神不知鬼不觉。这个，所以你不把他那个发到朋友圈里也是有原因的，是吧？不是，但是当时确实是因为那微信里边全是我同事和领导，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发跟工作没关系的东西。那你跟那个女生在一起，后来谁踹的谁呀？我跟她说了分手。哎，你觉得这俩姑娘哪个对你好啊？我觉得还是她对我最好啊。比较完了，下一站还有更精彩的风景，不试试？好，要试试。试试，姑娘听见了吧？下一站还有更精彩的风景，她要试试啊。我没理解你的意思啊。好吧，怎么办呢？各位老师来帮帮他们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照理来讲，其实男生谈恋爱应该很炫耀的，因为我的女朋友很漂亮，我女朋友对我很好，而你反而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你的生活圈里边，你去隐藏掉这个人的存在，那你的目的是什么？我唯一能想到一个目的，就是他是一个备胎。那对于女孩来讲，如果你的男朋友就一直在隐藏你的一个存在的话，照理来讲，一般的女生就是要不然就强烈要求他认可你，强烈要求他把你推到他的朋友圈里边去，要不然这个女生要做的事情就是转身离开。你没有转身离开，你反而把自己编在一个特别美的爱情梦里边，梦了4年了，你还没醒啊，这个梦都破了，我觉得该醒来了。做女人不能没有尊严，他已经不重视你了，就不要再为他哭了，伤了自己的身体不好，找一个爱你的男人吧，挺多的。这么亭亭玉立一大姑娘，看上去应该冰雪聪明，对吧？然后现在哭得梨花带雨，应该是引起广泛同情的。但是姑娘，你在哭诉的时候，你听到了很多旁边善意的笑声吗？我一直以为我能够真心对他，他就能感受出来。我就想好好的爱他，希望他能够看见，希望他能够明白。那你现在明白了吗？没呢，明白就不来了。这个人吧，不值得你爱呀。反过来说，这小伙子也是，人不可貌相，看上去仪表堂堂，怎么这么好的一个皮囊下面，有那么一颗肮脏龌龊的心呢？我知道以前都是我的错，假、骗，把自己当成少爷，认为对方爱你这个姑娘就是个丫鬟，完全不平等。你有真心吗？我有真心。你对他哪点有过真心？你告诉我。这次来就是想感受一下。你别说这次，你对他曾经的过往那几年4年时间，哪一件是你的真心？我感觉我每一天都是跟他一起过来的。你跟他在一起就是真心啊。你的做了哪一件具体的事儿，你是真心付出了？你告诉我，哪怕有一件。你这么能讲的一个人，你都讲不出一件事儿来。你哪怕真正爱过他一点，真心爱过他一天，我都不说这么难听的话。没有，我从头至尾，从你们说的到我看台本的故事，没有一点，哪怕是他追的你，他愿意倒贴，你要但凡有点良心，你能被感动、被暖化呀。没有，姑娘，丫鬟不能再当了，要做自己的主人。小玉，我想问一下你，4年了，你爱他什么？你从他那得到了什么？我觉得我就是没有条件、没有原因的。从跟他在一起那开始，我就决定好好爱他，因为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特别不容易。我觉得就是上天给我们安排的缘分一样，我愿意去照顾他。虽然说他没有给过我什么，但我总觉得他能够陪着我在一起，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你似乎都不知道你爱他什么，是吗？就觉得习惯有这个人在你身边就可以了，只要他在你身边，你不需要他为你做什么，只要他去享受你为他付出的一切就可以了，是吗？
我只要他能跟我在一起，我能陪着他，他开心就行。我觉得你特别单纯，特别善良。如果我是你母亲，我是你的家人的话，我一定会劝你。你刚出来，你才多大呀？你才接触过几个人啊？你的生活不可能就他只有一个他。我相信还有一个人，也许就像你对他一样，他那么对你，而且你也很爱他。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人出现的。电视期间肯定有很多男生在想，我们比他差在了哪儿？当你在哭的时候，他在微微浅笑的时候，大家一定在恨他，说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但说句实在话，他有他骄傲的资本的，他真的有骄傲的资本。你看，他没有用任何的计策去骗你，他让你走你就走了吗？他让你不买东西你就不买了吗？他真的没有用任何所谓高明的技巧来哄骗你的，他用的都是非常直白的方式。可是就有这么一个女人为他这样。但是我想问的是，一个人要无情到什么地步，才可以这样去伤害一个人？所以你说你今天愿意回头是真爱他，我是真不相信。我不跟你说广义上的不相信，我跟你挖挖细节。通常一个正常人，当一个这样的女孩子在你面前，因为你心里有鬼，你跟她说我想静一静，你回去你走吧。好，她老老实实的走了。难道你看着她唯唯诺诺走的背影，你内心没有一点愧疚和凄凉吗？当她喂你吃饭的时候，据说连这个鸡腿儿都要皮跟肉撕下来，一口口的喂到你嘴里的时候，你等你吃完了，你再看他去吃那个已经冷了的饭的时候，你不觉得有点不舒服吗？当你买你自己喜欢穿的衣服，别人想试一下说，哎，你看这个好不好？你马上说这个不好，然后他又乖乖的听话说，行吧，你说不买就不买。你难道心里没有一点心疼吗？所以其实我恨你的不是说你那么的去支配他，我恨的是你在支配了他之后，你没有一点点的触动，这是人的基本反应，就更别说你爱他。但是你呢？我想问一下，一个人要是蠢到什么地步，才甘愿让这么个人来无情的利用你的情感？不准买，待会儿吃，回去。没有谁这么听话，机器人都会断电的，你怎么就这么听话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啊，所以刚才小李林老师说你单纯，你不是单纯，你是太简单。简单的女人让人枯燥，没有思想，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复杂的女人也让人枯燥，除了满腹心计，算算这个算算那个之后，也没有爱，也是枯燥。而真正吸引男人的女人，恰恰是单纯，在处事简单的过程当中，对生活有一种深刻的认识，这才叫单纯。而你只是枯燥。我们说，在感情生活当中，自尊是一定要留下来的，那是唯一一点可以慰藉自己的东西。请问你的自尊在哪里？你的父亲母亲听了会不会心疼？当你像个保姆一样，一口一口的饭喂到他嘴里，然后自己再去碰那个冷的饭盒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不是个人？你有没有自尊？当他说我想静一下的时候，你回去，你买了票就走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你不要说是他的爱人，你连他一个普通朋友都不如，你的自尊在哪里？你把自己的自尊践踏在脚底下，你很不值钱，你知道吗？虽然我给你递了张纸，但是我觉得你的眼泪一点都不值钱。你好好的想想这一幕幕，你就会觉得你真是白爱了一个人。不过没关系，你还年轻，好吧，不准再哭了，就这样。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刚才听老师的话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之前对你有多么的过分。但我知道你委屈，也知道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但我希望你能真的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好好的补偿你。我真的错了。我现在没法相信你是真的爱我，还是因为只是你觉得我对你好，你才回来找我。我已经不想再像以前那样了。其实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
但是我对你真的有感情，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吧。请亮灯。你们4个白说了吧？白说了吧？请换箱子。回吧。来，请关门。这叫虐恋嘛？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他醒。哎，有一句话特别适合在这种情况：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唉，很多人说帮帮我们吧，其实说句实话，能帮的就是这些角度，最后做决定的还是你们自己，别人帮不了你什么。5、4、3、2、1，5、4、3、2、1，请开门。你们俩往中间站吧。我看这女孩这傻兮兮，就那一句话嘛，跟你在一起以后我就没有秘密了。我看这男生，这是多大的花言巧语啊！对，我已经和家人谈过了，只要你答应回到我身边，咱们明年就结婚。你说哪一句话是真的吗？刚才说要事业有成，现在又说跟家人谈过了。别哭了，我就知道你会出来。来，站过来。行，你们站吧，我不见证。来，过来。感谢 Bloom 暴龙眼镜为牵手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来吧。开始。停。哎呀，你看我选择幸福，选择亚菜，何来盼盼？盼盼到家，安居乐业。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哎呦，这气啊！把那戒指给那小伙子。谢谢你们，请回。你们也别在下面喊，那句话不都是你们年轻人说的吗？什么虐我千百遍，我却待你如初恋。弄得自己的爱情观都一塌糊涂了。女生，如果你觉得幸福，我们愿意祝福你，但是请你记住，在你的生活里不是你一个人，还有你的父母。我不知道你的父母看了今天的节目，他们的心会有多痛。你这家伙真不像个爷们儿。算了，各位，我们就见证一下或许一个改变时刻的开始吧。你放心，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对你，一定不会辜负你。嫁给我吧。错了。哎，不愿意给你。请回吧，两位。这叫一个揪心呐！回来吧，涂磊。不仅人家没把人家弄死，还让人家把你给弄死。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些关心你的人，其实就有一个愿望，幸福就好，因为那是你自己选择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老涂有话说。甜甜圈有一个叫悠悠我心的网友提问说，
和比我小2岁的男友相恋1年，最近怀孕了，父母催着要订婚，可是男友说不想跟我在一起，觉得我性格不好，给我5000块钱作为对我的补偿。我爸说要3万，最后达成协议1万，彼此不再联系。那1万我压根儿就不想要，我想给自己留一点尊严，可是父母那边肯定不愿意还，觉得自己女儿吃亏了，不要白不要。涂老师，我该怎么办呢？你的爸很负责任呢，的确，你还有点自尊，你父亲连自尊都没了。如果你的父亲非要闹个实在，拿那1万块钱，拜托你自己掏1万块钱还给那个男生，从此开始新的路程。在这里要感谢 Bloom 暴龙眼镜对本节目的冠名播出。我们的节目是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的。休闲旅游找途牛，下载途牛 APP， 手机预订更便宜。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在这里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传递生活正能量，天津卫视。